1个时辰后，韩立出现在天机阁的大门处，王长老满脸笑容地送他出来。韩立转身冲他一抱拳，说了几句告辞的言语后飘然离去，而王长老直接目送韩立身影远去后，才一脸满意地返回了天机阁。与此同时，韩立摸了摸腰间凸骨的储物袋，目光闪动2下，嘴角泛起一丝笑容。在花费了一大笔用不上的珍稀材料换取天机府后，他又拿出了部分妖丹和灵草，直接出售给天机阁，换取了惊人数目的灵石。想想当时拿出如此多的材料，那王长老脸上的震惊表情，韩立微觉好笑，心中却同时大大提高了警惕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在任何时候这都是至理名言，只要值得出手，他可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元婴中期修士，就真没人敢招惹下手。纵然天机阁这般大的名声，按理说信誉应该不错，但入了财，假扮的又是一名海外散修，他还是要打起12分精神来，以防那位王长老动了什么歹意。故而一走出天机阁，韩立将部分神识放出笼罩附近，看看有没有人暗中偷窥自己。半晌后，当确定真无人追踪自己，又走到另一处阁楼后面的死角，他身形一晃，骤然躯体拔高寸许，容颜衣衫在一阵青光中同时变换。当他从阁楼再出来时，已化为一名蓝袍如山的中年儒生，3缕长髯，相貌清奇。以他现在的修为，除非遇到元婴后期修士，别人则无法看穿他的真面目。韩立这才放心向其他几间商号走去，再一连走了几家，大为失望，没有收获。并不是这些大商号中真的没有什么宝物，一些阁楼中掌柜主动推荐一些古宝材料，韩立看了也是心动之极。但是可惜的是，材料都不是炼制傀儡和3焰扇所需，一般古宝他又根本不缺。仔细思量后，还是没有购置任何一件。唉，看来只能等拍卖会召开了。不久之后，韩立站在街道尽头，看着面前一处气势雄伟的石殿，心中思量，这座看起来极为古朴的巨大殿堂，就是那宝光殿。看起来和普通的殿堂的确有些不同，竟然分为3层，每层20余丈之高，仿佛一个巨型阁楼般的庞然大物。大概也只有这等一次可以容纳上千修士的巨大建筑，才可以召开拍卖会吧。在大殿门口，有数名筑基期的修士守在那里，禁止一般修士进入殿中，一副已经为拍卖会做准备的样子。除了韩立之外，还有一些修士也在对着石殿指指点点，看来也都是知道此殿即将作为大拍卖会的场所。韩立深深地看了几眼宝光殿，准备转身离去，但就在这时，突然从那殿堂中竟然直接走出4名男女修士出来。韩立不在意地看了一眼，结果脸色一变，急忙故作平静，身形一转，抬腿就向来路走去。慢着，这位道友且留步。韩立刚走了2步，身后传来悦耳动听的声音。韩立心中一沉，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身形还是戛然而止。道友有事吗？转过身来，韩立平静地说道。在他身后6、7丈远处，一名白纱罩面、肌肤赛雪的白衣女子正美目闪动地打量着他，而在此女一旁站着的其他1女2男同样愕然地望着韩立。神识一扫之下，这些人竟全都是元婴级修士，特别是那白衣女子和一名与他并肩而立的40余岁模样黑袍修士，更是和他一般的元婴中期修士。韩立心中微沉。没什么，在下见道友修为不凡，想结交一二，道友不会见怪吧？白衣女子上上下下打量着韩立，目光在韩立背后的长条状包裹上滞留了片刻，才秋波流动，嫣然说道。这名女子虽然看不清面容，但身材高挑，一举一动诱惑动人。这般一位绝色佳人开口相邀，韩立心中却没有丝毫受宠若惊之感，反而想立刻转脸就走，因为此女正是在草原和他大战过一次的天蓝圣女。
结交？道友说笑了，以道友这般人品和修为，也正是在下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只是在下与要事在身，不便在此久留。这位道友何必心急？小女子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道友，道友可否回答在下一二？怎么，道友是在质问在下吗？林姑娘，你和这位道友有些纠葛吗？那位黑袍修士终于忍不住开口，此人面罩一层淡淡的黑气，一看就是某种魔功修炼到极深境界的情形。没有，这位道友虽然第一次见到，但不知为何，总觉得他很像我来大晋相找的那人。哥兄也很清楚，为了寻觅这人，我已经在大晋滞留了数年，故而小妹弄清楚，这是不是银屏的一丝错觉？什么？你说这人就是拥有本宗鬼罗幡的那人？是不是那人，我也不能肯定。虽然容貌身材有些不同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些相似，并且那人背后也背着一个差不多形状的竹筒。竹筒？黑袍魔修闻言一怔，目光也落到了韩立背后的条形包裹上，看起来还真是一个粗大竹筒的样子。不过当他想用神识渗透进包裹查个究竟，却被另一股强大的神识反弹了开来。他心中一惊，急忙收回神识，脸色越发冰寒。这位道友，在下阴罗宗葛天豪，阁下能否将背后的包裹打开，让我等一观？只要不是我等想象的东西，自然不会再来骚扰道友的。葛天豪缓缓说道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戒备之意。不光是他，其他一男一女2名服饰差不多的修士互望了一眼，也同样身形一晃，站到了韩立两侧，形成了威逼之势。韩立面无表情的双手倒背，一言不发。虽然几人无一人施法或者动用法宝，但一股煞气冲天而起，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。这时附近注意到此情形的其他修士一扫过韩立等人的修为，顿时个个色变，一哄而散，根本无人敢驻留观望。这般高阶修士一旦放开手脚大战起来，他们这些小鱼小虾还不得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冷眼看着石殿附近，转眼间就只剩下他们几人。一些阁楼也如临大敌的纷纷开启了保护禁制。韩立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一层晶莹青光诡异地从脸上升起，双目射出阴沉的寒光出来。葛天豪、天蓝圣女4人见此情景，也由不得身上法力运转，做出警惕姿态，体内法宝全都蠢蠢欲动。但就在这时，韩立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猛然间冷笑一声，竟又将脸上的青光散去，淡淡的说道：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近期坊师严禁修士在坊室中动手施法，若是有违，则会被坊师背后的3大道门和4大佛宗共同追杀。几位莫非想尝尝被人追杀万里的滋味，还是觉得阴罗宗做后盾，可以不将3门4宗放在眼里？哼，谁敢不把我们佛道2脉放在眼里？贫道务必，倒想见识一二。就在韩立话语刚出口，一句气势汹汹的话语声蓦然传出，接着从街道另一端的某处阁楼豁然飞出金银2团光芒，直奔这里射来。转眼间就到了几人面前，一个盘旋后落下遁光，露出了一道一僧。我倒是哪位高人？原来是阴罗宗的几位道友。怎么，贵宗打算破坏规矩，在我们晋西坊师斗法？说话的正是听起来声音不善的道士。这名老头头发灰白，面色红润，但两眼一瞪之下一副火爆的样子。另外一人面容丑陋，长着朝天鼻子的中年僧人。这位僧人虽然没有出言不逊，但是同样面带不快，冷冷地打量着阴罗宗几人，只是在目光扫向韩立和天蓝圣女时，脸上闪过了一丝亚色。在大晋出现不知名的元婴修士，虽然有可能，也不会很多。至于修为到了元婴中期还无名的，这就更加罕见了。可现在身前的一男一女，非但都是元婴中期修为，而且面孔也都陌生得很。
这怎能不让僧人吃惊？舞弊，葛某只不过想和眼前道友核实一些事情罢了。怎么，这你也要多管闲事？不管你们想做什么，但是坊市中不许动手的规矩，谁也不能破。几位真想动手，还请移驾别处，否则就别怪贫道不客气了。舞弊，你尽可等我等真动手后再出手。葛某也早就想领教一二真极门的神通了。可道友无需动怒，只要几位不催使法力，贫僧二人就不会插手几位道友间的事情。而且二位施主看起来都有些陌生，可否先赐教下尊姓大名？天蓝林音频，见过二位道友。其实事情很简单，小女子怀疑这位道友是我们天蓝圣殿的一名大敌，故而想请这位道友解开下背上包裹，向小女子证实一下其身份。若这位道友并非在下所识之人，音频愿给这位道友敬酒赔罪，绝不纠缠下去的。笑话，你当厉某是什么人？凭什么要向你证实身份？道友不愿意这般做，那阁下就可能是本殿的那名生死大敌。本人身为圣殿圣女，绝不能就让你就此从眼前离去的。天蓝圣女，莫非就是草原那边的突兀族圣女？老道闻言心中一动，眉头微皱。一旁的丑陋和尚听了此言，目中也闪过亚索。两位道友见笑了，小女子的确担任族中圣女一职。贵族的孙仙师天纵之姿，我到400岁就进阶到元婴中期，和老道昔日有过数面之缘，不知现在可安好？徐仙师一切安好，在数十年前就进阶到了元婴后期了，现在已是本族4大仙师之一了。林银平一听老道竟然和本族大仙师有些交情，心中暗喜起来。徐道友进阶后期了，果然和贫道预料的差不多，如此年轻就走到这一步，徐道友说不定真有可能再进一步。韩立隐隐感到了不妙，心念急转，难道真要在这里和如此多的元婴级对手大打出手，再施展血影盾而逃不成？就在他犹豫之际，神识中突然传来了大眼神君低不可闻的传音。他眉梢微动，听完短短几句，人当即神色大定。而就在这时，那名老道又问了几句和那徐仙师的话语，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，略一犹豫后，终于冲韩立问道：道友修为不凡，不知能否告知在下出身来历？也许贫道可以替两位道友调解一下。厉某好像没有听说过进入晋西坊市还必须交代出身来历的吧？若是贵坊市真有这一条，在下自当不会例外遵守，若是没有的话，就属在下没有兴趣多说。韩立脸色一板，口气有些讥讽。一听此言，老道脸色一沉，心中暗恼起来，但未等他再说些什么，一旁的和尚却笑嘻嘻地抢先一步：本坊市当然没有此规定，刚才务必道友只是处于私人身份，好心想替两位道友化解一番误会，道友若不愿说也就罢了，但是我二人只能在坊市内让诸位无法起冲突，万一林道友等人在坊市入口处被堵，不放道友离去，这可不是我二人可管的范围。到时候道友一人面对4位元婴期修士的堵截，恐怕这丑陋和尚一副嬉笑的样子，但话里的一丝威胁之意却是显然之极。